This is a remarkable symbol of Taiwan's rural heritage. 小时候常常走过的木桥，它承载着辛苦的血汗，它也承载着历史。Whether he was an archaeologist or a civil engineer, it hardly matters. What truly matters is that through the dedication of Aliang Chen, this once forgotten broken bridge found new life, now standing proudly on display in the United States. 有一次，博物馆馆长说：“阿亮来，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夫妻两个人来看我这个大桥展览，电梯里面挤得满满的。听到人们在讲这座桥的时候，这对老夫妇就讲说：“哎，这个台湾来的艺术家真厉害，去台湾哪个地方可以找到这么老旧的桥来这边装置展览啊？”前面的电梯里面的客人讲说：“不是，那不是桥，那是一个现代写实的装置主义，艺术家用陶土做出来的。” Trompe-l'oeil 的定义就是，当你做的东西，人们看了以后认为你是在仿什么东西的话，那这个就不是 Trompe-l'oeil。当你做的东西确实让观众不知道你是在欺骗他的，直到他摸到以后，他发现这不是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叫做 Trompe-l'oeil。那么我是疯了吗？这个桥我从39岁做到44岁，每一个 stack、每一个胶、每一个板子都是靠精细的雕刻做出来的。这个桥在我设计的时候，并不是这座桥，因为我在美国旅行，我看到美国很多漂亮的人家的 fishing pier， 因为我想做大的作品，我就想说，像那个都是很适合我做的。可是当我把第一个草稿做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文化。我要做一个我们东方人，尤其是我们台湾乡下常常走过的文化。比如说，你曾经带你的朋友经过这座桥，走进村庄招待他，然后把他送回去，再走出去。过了10年，他想过来看你的时候，这座桥已经变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你站在对岸，他站在另外一岸。这个就是我要捕捉的。时光错觉，让你因为看到这座桥，可以回想到很久以前，你年轻，或是你可以想到古人。我大桥做出来之后，就走下坡，因为人生有高潮也有低潮。我再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做的目标，因此低谷了快要2年的时间。有一种质料，波音，就是我们台湾人讲的端的质料，是艺术家们不愿意做的，因为那个质感很难做。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有关黄豆种植的报道。Amid the barren landscapes of the Loess Plateau, where farming had long struggled to survive, researchers made a surprising discovery. Ancient texts recorded a simple solution for times of famine: plant soybeans. 再过来报道下去，我看到豆腐的出现，从汉朝开始。更让我惊讶的是，这个桌板跟方块的组合，2000年来都没有变。这不就是我们实行了2000多年的行为艺术？我调配了各种质料，终于把这个质感做出来了。
拥有这种作品的人，就跟菜市场一样，卖豆腐的人就会依照看你的要求，在这个16块的里面去切块，而且他们经常用铲子把作品铲上来摆在上面，这样就变成不同的格局了。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摔破，就送给客人。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把它通通摆满；寂寞孤独的时候，我只要摆1块，或是我甚至都不要摆出来。这样子不就是艺术作品跟藏家有了共同的感应吗？简单的说有在做艺术品的人都叫艺术家，可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是有艺术良知的创作者。每当客人来参访我这个展厅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展厅就是告诉您，我这样过了一生。我艺专油画毕业以后，把油画笔放下了，我就走上了陶艺的创作。我因为爱喝茶，所以创作了现代壶艺。这个就是我人生做茶壶的第一个革命。猪尾巴、猪嘴巴，也就是说，把茶壶的豆钮把它做成那个漏斗状，也可以进空气，也可以在你泡茶的时候，开水直接注入到盖子里面去，这就是免开盖了嘛，对不对？厂家说，这个是懒人在用的呢。他们既然说是懒人用的，那么我就把它做成叛逆的造型。那么我因为想做现代的陶艺，所以我不愿意去做宜兴壶那种仿古的行列。我在茶壶的创作上面做了一系列的革命。后来我发现排气都坐在盖子上面，我们常常为了要提起这个茶壶就会被烫到。终于我想到，我应该把这个蒸汽排出的位置改到豆钮的这个马鞍耳的这边喷出来。因为蒸汽不在烫伤使用的主人，他们认为这是很够义气的，所以才叫义气壶。后来我到了美国去游学啊，我因为爱做雕塑，我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这个非常写实的创作行业。但是我做到的是物质完全一模一样的写实，叫做 super object。每一件的组件都要跟木匠一样的做着各种卡榫，组织起来。可是这个是泥土，它的收缩比例、含湿度都不一样，所以非常难精准的做到。我练了快半年，才把第一个桌子做出来。根据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说，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童年。我有一次回去屏东家乡，开了一次同学会，看到那些小学时代的同学们，才发现每个人快乐的表情跟童年的时光都被我们带回来了。我希望每一个人进入我这个教室，就会感觉到年轻小学时代的美好的感受。这个桌面每一个都有很多不同的表情，跟很多的岁月留下的痕迹。我们曾经在上面趴下来睡过午觉，我们曾经在这个桌面上吃便当，听老师讲课。嫉妒某一个男生的时候，我会很生气的，因为他竟然去追求我爱的女生。我会在这里刻上大柱子不要脸，男生爱女生。
哇，这句话是很严重的。男生爱女生是不允许的，在我们小学保守的时代。有没有把家庭作业写好？一日之计，不是在于晨，而是在于茶。茶变成我生活里面最主要的饮料，每天都喝。心情好的时候喝，孤独的时候喝。我很像为了茶而活着的。我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常常看到美国的家长们骂孩子不要插嘴。他们说 ，Listening is not waiting to talk。所以我就把这句话转换成 ，Working is waiting to drink some tea。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钱，而是等着要喝茶。专注，保持恒心，有毅力，忍耐，这些都是你可以把一件艺术品做好的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如果像天边的月亮那么好的东西，不是用猛力的追的，你很快就会倒下来，因为你很快就累了。可是如果你每天靠着一小步的靠近，一个 step by step， 自然的月亮就会靠近你了，不是追求的。